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自从换了新工作，每天加班已成为常态，今天更是忙得忘记了时间。等到回家时，已经快午夜了。门锁啪嗒一声响起，当我走进屋内时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休息。我甩下公文包，准备随手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却发现手机正不停地震动。我掏出来一看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映入眼帘：你回来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眉头微皱，心里泛起一丝疑惑。谁会发这种奇怪的信息？这可能是朋友的恶作剧，但我今天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何时回家，这让我略微感到不安。我决定不理会，直接将手机丢到茶几上，准备去洗个热水澡。浴室里的水声响起，热水流过我的身体，让我稍微舒缓了紧绷了一天的神经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躁感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暗处悄然靠近。我听见了手机的震动声，但仔细听了一下，水声把一切都掩盖了。我告诉自己只是太累了。洗完澡，我穿着睡衣走回客厅，手机再次亮起。我拿起一看，又是一条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：你一直看着我吗？我感到背后一股凉意直窜上来。这条短信比上一条更加奇怪，甚至透着一丝不安。我开始怀疑这不是什么恶作剧，而是有人真的在监视我。但我试着保持冷静，回了一条短信：你是谁？几乎在我按下发送键的同时，对方的回复迅速到来：我是你手机里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手机里的声音？这到底是谁？我心中疑惑越来越深，忍不住试着拨回那个号码。然而当我点开号码详情时，却发现没有号码，只有一片空白，甚至连来电显示都没有。我的手突然抖了一下，内心深处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试着深呼吸，告诉自己不要惊慌，或许是系统出了问题或病毒感染，但这种说服并不能让我真正安心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得更加剧烈，屏幕突然变得一片漆黑。几秒钟后，屏幕再次亮起，但画面开始扭曲，图像模糊不清，像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力量正在干扰它。我点了几下屏幕，想看看能不能让它恢复正常。忽然，短信通知音再次响起，我打开看了看，这一次收到的是一连串的讯息：你不要挂断我，不要试图关掉我，我们已经见过面了，你忘了吗？这些讯息快速闪过，像是一条条警告，也像是某种不容拒绝的命令。我开始慌了，尝试着按下手机的电源键，试图关掉它，但无论怎么按，手机始终没有反应，屏幕仍然亮着。此时，手机突然自动拨出了一个电话，画面上没有显示号码，只有一片黑暗。随着电话接通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极远处传来的，冰冷而沙哑。你能听见我吗？我浑身僵硬，这声音透着一股诡异的熟悉感，像是我曾经听过，但又无法回忆起具体在哪听到过。我尝试着回应，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手机屏幕突然开始闪烁，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浮现在屏幕中，像是一双眼睛正透过屏幕直视着我。你看见我了吗？那声音再次传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嘲弄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，屏幕上的那个影子越来越清晰，仿佛从黑暗中不断向外渗出，渐渐占据了整个屏幕。我猛地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扔到沙发上。刚松了一口气，手机却又一次震动起来，这次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录音文件，标题是倾听。我不知道该不该打开它，但心中的好奇和恐惧交织，最终我还是点了播放键。播放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，那是一段由多个片段拼凑而成的录音，声音来自于我自己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声音并不是我曾经通过手机发出的，而是我独自一人时无意间自言自语的话语，甚至还有我在睡梦中的呢喃。这些录音像是有人在长时间监听我的生活，不断地收集我的声音片段。我开始感到窒息，这种感觉比手机的异常更让人不安。我试着解释这一切，也许是某个软体被黑客入侵了，也许是有人恶意植入了监视软件，但那些解释在心中一闪而过，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正当我陷入深深的恐惧时，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传来：
这次是直接通过手机扬声器发出的。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声音中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敌意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四周的空气仿佛变得粘稠起来，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正一点点勒住我的脖子。我再次尝试关掉手机，但屏幕却再次亮起，黑影更清晰地浮现，像是某种虚无中的生物正在屏幕的另一边注视着我。就在我犹豫不决时，手机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嘶吼，屏幕上的影像瞬间变得扭曲，然后整个屏幕变成了一片漆黑。我惊慌失措地将手机丢到地上，急速后退，靠在墙边喘着粗气。屋内的灯光开始不规则地闪烁，旁附电路出现了故障。在我试图冷静下来时，手机屏幕再度亮起，一条最后的短信出现在屏幕上。逃无可逃。我颤抖着站起身，不再管这条诡异的短信，迅速冲出家门，手里什么都没带。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寒冷的夜风拂过我的脸，我不敢回头，生怕一旦回头，那种诡异的影子会出现在我身后。我跑了很远很远，直到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爆裂才停下。当我喘着粗气，双手扶住膝盖时，口袋里传来了熟悉的震动声。我愣住了，口袋里的手机，我明明记得把它留在了家里。我双手颤抖地掏出手机，屏幕亮起，无声无息地显示着一条新的短信：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